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呢，我想给大家说说近期德国媒体报道中国的几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有义务呢反馈给大家。长期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们啊，大家知道啊，就德国媒体报道中国的时候，好像太负面了。有的网友怀疑我是不是故意把这负面的消息呢给咱们看，其实不是啊。只要在德国长期居住，看他们媒体的朋友们肯定同意我敢100%的肯定我说的是对的啊。就是德国媒体报道中国的时候，几乎都是负面的，几乎我没说100%。我每天真的都在找一些正面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几率太小了啊。比如说近期呢有这样几件事情，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说说报告一下啊。第一件事情，中国有艘货轮最近啊在波罗的海，这货轮的名字叫一鹏，可能是浙江某一家公司下面的一艘货轮。据说是德国媒体说的啊，是到俄罗斯的某个地方去装货还是卸货，然后呢在返回中国的途中经过波罗的海。大家知道波罗的海呢是内海，你到俄罗斯的话，肯定要从德国北部汉堡港附近，然后呢往东，经过丹麦，然后进入瑞典、德国水域，然后呢再往东北方向进入俄罗斯，比如说圣彼得堡。所以呢，必定要经过一些北约国家，然后呢，就是这个时间发生了一件很怪的事情，那就是一鹏这艘货轮经过瑞典还有丹麦海域的附近的时候，反正在公海海域，2根海底电缆坏了。这些国家异口同声的怀疑是中国一鹏这货轮弄的，甚至呢，德国媒体有多家媒体报道啊，因为这段时间德国媒体都在报道，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连德国电视1台啊、德国电视2台都报道啊，伊藤的船长可能得到了俄罗斯派发的任务，要毁掉海底电缆。德国媒体甚至呢有手有脚的说，在月黑风高的时候呢，这个一鹏把所有的监控都关闭了，因为关闭了就便于他自己去破坏海底的电缆。我就纳闷了，一艘货轮它有什么技术，这种专业技术去破坏可能几十米、上百米深的海底的电缆？反正中国政府那边对于欧洲这边这些国家他们的指控一口回绝。我就觉得通过这件事情啊，我就看清了啊，就是西方国家，像这里啊是北约国家，故意可能是栽赃中国这某公司，为以后做铺垫。什么铺垫呢？甩锅中国。因为俄乌危机啊，或者是乌克兰战争，现在看起来可能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德国媒体不是一直在说吗？中国帮助俄罗斯卖居民两用产品给俄罗斯，什么卖无人机给俄罗斯来攻击乌克兰，然后还说北约国家制定了政策，帮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你中国呢不同意，不跟随北约国家一起来制裁俄罗斯，不给乌克兰提供帮助，等等等等，然后就说你就是在支持俄罗斯。那么如果是乌克兰战争输了，那你就中国就是罪魁祸首。这就是目前西方国家、北约国家，也是包括德国，他们整个媒体他们的口径就这样啊。所以我就想，肯定西方国家就是现在被以后乌克兰战争输掉之后做铺垫，要甩锅中国，甚至现在他们在内部讨论要对中国实施制裁，因为就是中国呢卖居民粮产品给俄罗斯，卖所谓的无人机给俄罗斯，所以呢中国就是错就错在中国没有跟随北约国家一起来制裁俄罗斯，才导致了我们北约国家才输掉这战争。你看，这就是西方，就是北约国家无耻的逻辑啊！中国的无人机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既到了俄罗斯的手里，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吧，对吧？也到了乌克兰手里啊，对吧？你乌克兰的军队，不管是不是代理人战争也好，是不是雇佣军也好，乌克兰军队当中有很多是北约部队的人，他们也使用中国的无人机，
交战双方都使用中国的无人机，那你不可能说中国只卖什么无人机给那个俄罗斯吧？这不是妥妥的双标嘛，对吧？而且中国强调了，他不会卖这个东西给交战的双方。那你交战双方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中国的无人机？那中国也没有办法去追究啊。如果是另外一个第三国的国家，他们的某个公司进口了中国无人机，然后转卖给参战双方呢，能这样追责中国吗？况且了，如果你们谴责中国卖无人机给俄罗斯，你西方国家不是提供各种各样的武器支持乌克兰吗？无人机也可以作为武器，那你们西方国家自己生产这无人机嘛，你不要怪中国嘛。但是你们没有这个技术啊，怪谁？就怪自己无能啊，还想甩锅中国。好，这个我们回到这个海底电缆，伊鹏它的船只经过那里，恰好这个海底电缆不知什么原因出了问题，然后德国媒体就捕风捉影，说是中国这伊鹏干的勾当。然后呢，丹麦的、瑞典，甚至呢相关海域国家的，把这个伊腾的船只扣下来了，不让他们走。昨天我看德国媒体报道，经过大约10天之后，这2根海底电缆已经修好了。那么看起来，这电缆被毁坏的程度可能不深吧？那为什么这相关国家那么积极要把这所谓的凶手找出来，然后恰好又是中国这货轮呢？货轮是一艘很大的那个轮船，它的目标很大。我想中国人不会那么傻吧？话说了，如果是真的海底电缆被毁坏了，有可能是西方国家自己栽赃抹黑，自己干的，然后呢甩锅给中国，说是中国这货轮干的。西方国家无耻到了什么程度？现在我觉得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为了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所以像这种甩锅完全是有可能的。另外，也完全有可能是西方国家你们自己的那个潜艇不小心可能出了事故，撞到这电缆了，也有可能啊。反正很多很多的因素，我觉得很大可能是西方国家自己。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反差很大的，你看这些国家，不管是瑞典也好，丹麦也好，德国也好，他们特别的积极，想把这个凶手揪出来，想弄个水落石出，特别的积极。对比最强烈就是北溪管道被炸，我们也知道北溪1号、2号都被炸了，2号呢2条当中被炸了1条，其实还有1条是可以工作的。普京当时就说修好了可以继续给你们供气，是北约国家这些相关国家自己不要。北溪管道被炸，德国屁都不敢放一声，是德国自己的啊。然后呢，什么瑞典啊，还有什么丹麦呀，都展开了所谓的调查，最后呢不了了之。然后这调查的结果，他们3个国家之间互相不分享，那就说明中间有猫腻嘛。既然西方国家利益是相通的，一定要找出凶手的话，根本就不难。那为什么不给呢？就说明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嘛。2年多了，现在不了了之，而且咱们都知道凶手是谁，对吧？因为当时啊，波兰的应该是一个总统是谁？他当时第一时间推特上面就发推文感谢某国的总统，这个某国我们都知道是谁，那就是这个国家干的呗。但是德国的媒体敢说一句屁话吗？都不敢说。最后呢，瑞典他调查自动终止了，那么明显能够调查出来的东西不去调查，而这个所谓的2根海底电缆有点毁坏了，然后呢就栽赃是中国的货船去弄的，而且是俄罗斯派发的任务，就是故意呢把中国和俄罗斯把它联系起来。所以像这种态度啊，一个是特别的消极对待北溪管道被炸，另外又是特别的积极对待这个所谓的海底电缆毁坏了，然后呢怀疑是中国去做的。你们也知道啊，就德国媒体、西方媒体报道的时候，他就是把谎言重复了1000遍，然后呢给他们国家洗脑，就变成了真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现在在所有西方人眼中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虽然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就是赤裸裸的谎言，
但是在西方国家他们眼中，他们脑子当中就是事实。没办法，这就是西方媒体他们洗脑的强大呀。好了，反正关于这个波罗的海2根海底电缆被毁，各种阴谋论，但是最后指向呢就是中国这艘货轮。目前这艘货轮一鹏还在应该在丹麦还是瑞典警方手里，目前呢被监控起来，不让他走。我不知道中国有关部门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啊，我希望呢中国强硬一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应该是大前天还是前天，德国也是众多的媒体都报道了，大众汽车公司在中国，比如说上海有工厂，对吧？长春有工厂，另外呢，在乌鲁木齐也有一家工厂。这家工厂一直以来都是被西方媒体诟病的啊，各种各样的阴谋论，说这个工厂呢使用的是被压迫的新疆维吾尔人，甚至还有的媒体说特别的卑鄙啊，说那些工人是奴隶，是免费的，不发工资给他们的。然后呢，为了他们肮脏的政治目的，一次又一次责难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要求他们停止在新疆的投资，关闭这家新疆的工厂。所以呢，每次报道大众中国什么业绩啊，或者什么商业活动的时候，他们的插图啊，一定会用大众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个工厂这图片。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去搜搜德国媒体报道大众在中国的业务就知道了。大前天，德国媒体呢报道了，大众终于决定转手这家工厂给中国的投资人。然后呢，德国这边呢皆大欢喜，说大众公司呢给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不与中国政府狼狈为奸，搞所谓的种族灭绝了。你看，这就是德国媒体的卑鄙呀！为了满足他们的政治正确，甚至呢要搞垮一家德国自己的公司。人家之前在乌鲁木齐、在新疆业务开展的好好的，德国这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管是政客也好，还是 NGO 也好，一次又一次的施压大众汽车公司关掉新疆的业务。这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最好的例子。所以说啊，我觉得过去虽然德国有不少诺贝尔获奖者，但是我还是认为我在德国越久，越觉得德国人的智商其实并不像我们中国人想象那么高。而且说来说去，我说点题外话，越在国外越久，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我越相信啊，人类学家在网上或者在一些出版物上面发布的所谓研究成果，就是这个地球人呢，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地球人，他们的智商是不一样的，有高有低。最高的我们也知道，就是东北亚、东亚这些儒家国家和地区，那就是中国、朝鲜、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加上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是华人国家为主。智商越高，那他们制定的政策、制定计划啊，可能会更从长远来考虑，10年、20年甚至30年。最好的例子就是电动汽车，对吧？中国政府真的一步一步的往前，一直坚持下来，不管是领导换届也好，是怎么样也好，反正呢坚定不移的执行这个政策。现在开花结果了，妥妥的变成了世界第一，这不是吹牛啊！中国的电池技术确实是世界第一，德国就是把中国作为标杆了。现在，昨天咱们就讲了，就是 Northvolt， 它不是所谓超级电池工厂倒闭了吗？短短半年时间，从当初的破土动工要建设，到半年之后资金就没了，资金链断了，投资140多亿美元，1000亿人民币，到最后只剩下3000万美元，只剩下2亿人民币左右。1000亿到2亿，你看他们烧钱的速度有多快？况且了，德国还补贴了9亿欧元，70亿人民币呢。他们还欠了60亿美元左右的债务，投入了140多亿，然后还欠了60亿美元，那就是大约200亿美元左右，烧钱烧掉了，只剩下3000万美元，倒闭了。好，我们回到德国大众，关掉新疆乌鲁木齐的工厂，德国真的是皆大欢喜。
德国媒体、德国专家都解读啊，是因为大众想给德国社会一个姿态，不再与中国政府狼狈为奸了，来压迫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其实不是这样啊，我们也知道大众最近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对吧？在中国的业绩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他第3季度的业绩纯利润下降了60%，因为他自己都出现了资金问题，为了降低成本，在中国业务一年不如一年，那怎么办？只能关掉新疆这个，把它卖掉变现，渡过难关，砍掉那个尾巴。本来是大众自己的问题，资金出了问题，在中国业务出了问题，不得不卖掉新疆的工厂，降低成本啊。好了，德国媒体呢不敢承认事实，而是做另外的政治解读、意识形态的解读。这就是德国整体的这个国家的状况。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真的是以意识形态挂帅的啊！你说这样的领导人领导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这是第2件例子，德国媒体报道中国的啊。第3个例子还是德国这个汽车行业。我们也知道啊，德国曾经是个汽车强国、汽车大国，汽车业绝对是德国的最大的支柱产业。这几年在中国，前面提到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在中国业务一年一年下滑，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中国电动汽车全面发展突飞猛进，而德国电动汽车跟不上中国的步伐，反正没有中国那么好的技术，然后德国人办事效率也低啊，德国工程师也不足啊，然后德国的政治也不聪明。以前由于拿了那些所谓游说团体的钱，游说团体就是什么？拿钱买通政客来制定有助于他的一些政策，那就是保护燃油车，让燃油车在欧洲路上跑得更久一点。所以德国媒体一般会报道啊，比如说电池技术目前还不成熟，电动车呢目前还不到普及的时候，然后呢德国这个电动车的价格特别高等等，根本不适合，政策方面扶持不到位，所以呢充电基础设施也不足，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了在德国电动汽车或者在整个除了中国之外吧，很难推广下去，甚至2024年今年的电动车的业绩要比去年更低。2024年在中国那边呢，电动车的销售业绩特别的好，特别火，甚至现在电动车的销售比例啊要比燃油车要更高了。我是这个月上旬从中国返回德国的，特是在中国的城市，比如说像广州啊、深圳啊，像这样的城市，看到绿牌车那个比例甚至呢超过了蓝牌车。绿牌车就是所谓的新能源车，就是电动汽车，然后蓝牌车在中国大陆呢就是燃油车。就肉眼可见啊，中国这电动车这推广确实非常的快，而德国是远远跟不上的。那对于德国大众、奔驰、宝马，反正德国品牌的车在中国现在销量下滑，德国专家是怎么解读的呢？告诉大家，可能大家都不信啊，所谓的专家来解读，德国专家是这样解读的啊，可能是出于政治正确嘛。他们说啊，德国品牌车在中国不好卖了，是因为中国人一个是有民族主义作祟，他们呢买中国自己的车。第二个，因为是中国政府下了命令，要求中国人买中国车，不能买德国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讲了一大堆，反正中心思想就是一个是中国人民族主义特别的高涨，另外一个呢是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人买本国的车。如果看不到自己为什么奔驰、宝马什么德国品牌的车在中国不受欢迎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本质，那你德国车绝对很快就会崩溃。我用崩溃这个词，他们现在还没有转变这个观念。一个是由于他们意识形态啊，专家也一样，他们也是意识形态德国媒体洗脑的受害者，数十年对吧？洗脑，所以导致了即使他们专家也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到。现在中国人不买德国车了，
那只能是一个是民族主义了呗，另外一个是中国政府下令了呗。因为中国政府啊，在德国媒体眼里一直是压迫他们本国人民的，让本国人民没有自由，没有自由选择自己购买什么，政府叫你干嘛你就得干嘛。这就是德国媒体还有德国专家喂养给德国这个读者观众的这些东西。不过这也难怪，即使是德国的专家也看不清这事情的本质，也就是电动车和燃油车为什么德国燃油车不受欢迎了。因为在德国，我相信极少的人有机会驾驶体验电动车，真的极少，这比例很低。你看在网上发表评论的普通的德国网友们，他们大部分都说电动车，你看它的里程就是200-300公里，加上德国又是一个温带寒带的国家，所以呢，冬天这个里程焦虑肯定是非常大。又加上我想充电的时候充不了，德国电费那么贵，我还不如继续开我的燃油车呢。还有另外一个，德国电动车超级贵啊，在中国10万块钱的车，在德国可能要30万块钱，甚至30多万、40万，所以一般德国买不起。目前是这样啊，在中国普普通通10万块钱左右的普通的电动车，在德国是豪华车的那种配置，还有它的价格，普通德国人根本望而却步。如果是这种专家都没有机会来体验驾驶，坐进那个驾驶舱里面体验现在这电动车到底什么样子，那他们对电动车就根本没有任何的认知啊。就举个例子吧，我认为啊，德国人现在对电动车的认知，就像当初刚刚有智能手机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智能手机没用，手机不是用来打电话吗？诺基亚手机就够用了，对吧？为什么还要智能手机呢？我们可以发现啊，智能手机和原来老手机啊，它们的区别那就是天与地，对吧？是两个时代完全不同的产品。现在智能手机它的功能打电话可能只是1%的功能而已，其他的功能都是处理文件、拍照、摄像等等等等，记录生活，还有社交等等，对吧？很多很多很多功能。现在电动汽车也一样啊，电动汽车不光光是从 A 到 B 的一个交通工具啊，但是现在大部分德国人他的认知就是电动汽车就是燃油车的替代品，就是一种交通工具而已，把我从 A 送到 B 就可以了。这就是普通德国人的认知，我相信也是所谓德国专家的认知。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现在电动汽车不仅可以蓄能，还可以呢作为一种出行的空间。比如说在里面你可以办公，对吧？有220伏的电，你还可以带动什么热水器啊、空调，让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可以生存下来，还可以继续工作、继续办理业务。在中国内地呢，开过电动车的人比我的认知肯定要宽得多。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现在中国像这种电动车，它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过了从 A 到 B 这种交通工具，而是一种移动的空间，一种智能的空间。只要德国人的认知不会改变，那么德国这个汽车工业绝对是没有未来，而且即使现在改变了，也赶不上中国了。按照德国人的那个干事的这种态度啊、效率和中国人对于事业的态度以及效率，一个天一个地。中国像短跑运动员一样急速往前，而德国人就像乌龟一样在后面慢慢的爬。而这个德国人，我可以放到整个西方国家都一样，没有例外。所以说啊，这个德国专家解读德国品牌车在中国这业务不佳，一年不如一年，说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高涨啊，中国政府下令不给买这个外国车，而要买中国自己的车，这就是瞎扯淡。所以这样错误的解读又带偏了德国人，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这是最好的例子。这2天在德国媒体呢，还有一个关于中国的爆炸的消息，那就是所谓中国秘密警察站，在西方国家遍地都有，遍地开花，是地下的秘密警察站。这所谓秘密警察站在西方媒体报道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最近呢又死灰复燃了。可能很多
中国朋友们呢不知道这个秘密警察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德国媒体这样解释的啊。秘密警察站就是中国安全部门国安机构啊在海外的分支，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控制在海外那些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甚至呢会把这些人抓回中国去，就说对中国意见分子全世界进行迫害。中共的秘密警察站在海外的啊，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比如说什么浙江商会啊、福建商会啊，或者是某中餐馆也是它的那个接头点。德国媒体举了这样个例子，应该是德国的新闻媒体叫 NTV， 说有一个台湾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一个什么展会，当晚展会之后，然后呢有个台湾人，他就与其他人一起呢去一家中餐馆去庆祝。他有个包，里面放着什么2个电脑，还有一个相机，放在某个地方。他们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后来突然他要拿包的时候，那个包不见了，不在了。然后这个台湾人就特别的害怕，因为这个电脑里存了这个台湾人与台湾驻德国文化代表处吧，像这样的机构有敏感信息，所以他就特别的害怕。然后他就怀疑绝对是这家中餐馆的某个人有目的的偷了拿了这个包，就是为了获取里面的数据敏感信息。然后说数月之后才知道这就是中共的一个秘密警察站之一。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什么浙江商会的头某天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另外一个浙江人打给这个头的，可能有什么困难还是怎么样。然后呢这个浙江商会的这个负责人就直接呢拨通了这个领馆的电话，所以这个德国媒体认为这就是一个秘密警察站的联络人。反正现在就是德国媒体就是妖魔化中国驻德国的这样的机构啊。其实据我所知啊，像这种什么商会啊或者协会嘛，在德国因为华人本来就少，所以大家要抱团，要团结起来。大家有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是浙江人，我入了商会，即使我不入可能也可以啊。那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会找我的商会的那个负责人，对吧？看看他能不能帮助我。我觉得在海外的华人这是非常正常的这种那个互助的形式啊。但是在德国人眼里，在德国媒体眼里，为了他们邪恶的目的，他们就是把这个妖魔化，说成了是中国政府、中国国安部门的爪牙。他们认为啊，中国政府、中国国安部门的长臂已经管辖到整个西方国家了。像此类的报道，在美国也有，德国也有，其他西方国家也有。我相信，因为之前我看到过，比如说美国之音也报道过。对于中国人，对于华人来说，我们非常正常的一些日常处理事情的东西啊，在他们眼里，我不知道是他们不了解中华文化，还是他们故意想妖魔化中国人。他们就是这样把这样一个什么商会妥妥描绘成中国国安部门在海外的爪牙，就是所谓的秘密警察站或者地下警察站。你们看，这就是德国媒体。我看到这样的报道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无奈，其实也非常的气愤。不过另一方面呢，现在我看开了啊，西方媒体越错误解读中国，对于他们西方国家其实越不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人从小被他们的媒体喂养了这样的错误的信息，他们从小就对中国错误解读，所以呢，导致了他们的专家、他们的政客，专家嘛，刚才说了，德国品牌车在中国卖不好，是因为中国民族主义，是因为中国政府下令不给买外国车。专家是错误的解读，然后呢，政治人物对中国错误的认知，导致了他们制定政策的时候，本来对这个国家有利的，但是因为他们错误的认知，就是制定了错误的政策，然后呢，把德国带偏，把德国带向深渊。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啊。然后呢，现在付出代价，而且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电动车技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方根本没机会了。然后接下来我昨天还给大家一个问题，接下来西方崩溃的会是什么呢？
拿德国来说，接下来崩溃的绝对是汽车这个产业，而汽车产业是德国的经济支柱。如果这个经济支柱倒了，那整个德国经济就完蛋了。我非常沉重，我自己的财产在德国是房产为主，如果德国倒了，我也倒了，所以我也倒霉啊。但是我没办法，当初是我自己的选择，那我现在也在付出，大家可以这么说吧。汽车产业倒了，不仅是奔驰、宝马、奥迪这些汽车公司啊，它一连串的这些价值链、这些企业也跟着倒霉。那么可能到时上百万的，甚至上千万的德国人丢了工作，没有了收入，那你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呢？那真的会由德国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妥妥的发达国家，突然变成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都有可能啊。当然，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不要看到，因为我还是想好好享受我的生活。我走了之后，我离开了之后，哪管你洪水滔天呢？像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由于他们的媒体一直在妖魔化中国，错误解读中国，让他们的民众在一个所谓他们自由的社会呢，其实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他们的认知特别的片面，特别的错误，所以导致了他们现在正在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汽车电池就可以显现出来，而这个代价呢，今后会越来越多。大家信不信？我们拭目以待。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